把交配当成社交手段，倭黑猩猩为何会如此奇葩？对于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来说，交配只是它们为了繁衍后代而不得不做的事情，甚至很多动物甚至还会进行激烈的打斗，而它们之所以这样做，仅仅是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。在绝大多数物种的认知中，交配都是感觉不到任何快感的，所以它们只有进入发情期之后，受到身体内激素的影响，才会进行出现交配行为。但是在自然界中，有一种动物却十分特殊，它们不仅没有明确的发情期，而且还能够随意进行交配。这种物种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在非洲中部地区，分布着一种名为倭黑猩猩的物种。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它们，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十分相近。然而在交配模式上，它们却与人类有着完全相反的习惯。对于倭黑猩猩来说，交配并不是一种亲密的行为，它们可以和任何一个个体进行交配，无论年龄大小，甚至连性别都不加以限制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倭黑猩猩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众所周知，自然界中的很多物种在进行交配之前，都会进行一场激烈的打斗，只为了获得异性的青睐。然而这种因为却会对物种种群的发展产生影响，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个体的死亡。而倭黑猩猩很明显并不赞同这种做法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矛盾。因此一旦两个个体之间出现了分歧，只要进行了交配之后，所有的不愉快都会烟消云散。所以对于倭黑猩猩来说，交配更像是一个维护种群关系的社交手段。不过这种模式的优势也十分明显，倭黑猩猩种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稳固，死亡率也大大降低了。倭黑猩猩为何会用交配来解决矛盾呢？导致它们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又是什么？相较于其他物种来说，倭黑猩猩在交配时会产生一些愉快的感觉，它们体内分泌出的多巴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所以两个产生矛盾的个体在进行交配后，身体上愉快的感觉能够瞬间化解不愉快的心情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倭黑猩猩的种群究竟是如何发展的？事实上，倭黑猩猩与其他群居动物不同，种群中的领导者通常是雌性，所以雌性幼崽长大以后都会离开原来的种群，重新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群体。然而想要融入一个新的群体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在它们刚刚加入新群体的时候，必然是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。因此每当这个时候，雌性倭黑猩猩为了能够快速打通关系，就会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取悦种群中的其他个体。也就是说，交配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社交手段，并且雌性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拘泥于异性，它们甚至会与种群中的雌性首领进行多次交配，从中获得更广阔的人际关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倭黑猩猩的交配行为不会受到时间以及空间的影响，只要他们想，随时随地都能够开始交配。在我们看来，倭黑猩猩似乎是一种滥交的物种，然而对于他们来说，却是没有道德约束的。而倭黑猩猩也正是用这种独特的社交手段，维护着种群中的和平。倭黑猩猩如此肆无忌惮的交配，它们种群的数量为何依旧没有增加？按理来说，倭黑猩猩的交配行为如此频繁，它们的种群数量应该并不在少数。然而事实情况却与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有很多人认为，倭黑猩猩随意进行交配，那么近亲繁殖的现象一定非常普遍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虽然倭黑猩猩女子之间也会进行交配，但是它们的性成熟年龄在12岁左右，在这之前它们就算是进行了交配，也是无法成功受孕的，并且在雄性12岁之后就会停止与母亲的交配，而雌性则会离开种群，所以近亲繁殖现象是不会发生的。除此之外，倭黑猩猩虽然能够随意进行交配，但是它们要想怀孕却不是那么容易，往往需要进行反复多次的交配行为才能够成功受孕。而倭黑猩猩多夫多妻的交配模式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幼崽的成活率。由于雌性倭黑猩猩的交配行为十分频繁，所以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出谁才是幼崽的父亲。因此种群中的雄性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，都不会去伤害有可能带有自己基因的幼崽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倭黑猩猩的数量依旧没能增加，其中人类的行为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无论是偷猎还是对环境的破坏，都严重影响了倭黑猩猩的生存发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